Hello，大家好，我是叮当狗，欢迎你回到我的狗窝哦。加州首府 Sacramento，19世纪月季华侨叫它沙加缅度，美国国务院翻译成萨克拉门托。它距离旧金山南湾2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但是叮当狗在加州住了6年多，总是经过，却从没有进城玩过。这次终于规划了一个主要围绕老城区的一日游行程，才发现是真香啊，后悔没有早点来。Sacramento 老城区不仅能回望淘金历史，看到华人曾经的奋斗，这里的火车博物馆更是趣味十足，一天还有美食相伴，日式面包店、特色咖啡连锁、消防队建筑修复后开出的优雅西餐老店，咱们这就出发吧。周六一早，叮当狗空着肚子出发，为的是尝尝这家日式面包店。做攻略的时候，意外发现 Sacramento 这家日式面包店马霍罗巴谷歌评分超级高。11点钟到店，蒙古包一样的多面型建筑很显眼，一推开门就走进了面包的香气里面，外加我正饿着肚子呢，真是给我馋坏了。面包店人气很旺，买面包的队伍围了柜台一整圈，看到店门口贴的是全日文的广告，我心想这把稳了，肯定是正宗的日式面包。2个面包柜里面种类很多，甜口咸口的面包，还有颜值很高的甜品面包，选择太多了，干脆就相信群众的眼光吧。店里面包 Top 5，我们各来了一个，以为我们买的不少了，看大家等付款的托盘里都是满满当当的。抱着一包喷香的面包，咱还不能吃，得找个咖啡店配上咖啡才更完美。去的是 Temple Coffee Roasters，05年开始在 Sacramento 发展起来的咖啡小店，追求从农场咖啡豆到烘焙到冲泡各个环节的品质。Sacramento 城里就有6家店，我们去的这家在 Midtown。周六中午店里很热闹，而且年轻人不少，店里的氛围感觉很有活力。排队的时候看到有新品咖啡的试饮，看来这家店对自己的咖啡是真的很有自信。看菜单，除了咖啡也有许多茶可以选，这在美国咖啡店里还是挺少见的。我们点了一大杯普通热拿铁，$6.55美金，咖啡会比新爸爸的更香浓，苦味也更明显一些。另一杯 Mexican Mocha 是冷饮，$6.9美金，顶上是奶油，咖啡里加了类似 chai 的香料，倒是不太浓，甜味也没有太过，是好喝的。终于能把刚才马霍罗巴的面包拿出来啦，都给我馋一路了。先吃这个店里第5名的面包 Ampa Manchoco，$2.8美金。这个面包超人在面包店里怕是吃胖了吧，这面墩肉超级大。这家的面包皮都非常的优秀，每一款吃起来都非常松软。这 Ampa Manchoco 里面是巧克力馅，因为混了卡士达酱，巧克力味不是特别浓重，但是很顺滑，也不齁甜，馅料非常饱满，吃到最后一口还有满满的巧克力馅。第4名 Ampang，$2.6美金，上面点缀着黑芝麻，掰开里面巨多豆沙馅，属于此布昂，是带着一些红豆颗粒的，口感更丰富。吃下来这是销量最好的5款面包里最甜的一款，不过日本豆沙的特色它就是甜嘛，这就是正宗的豆沙面包。下一个第3名 Bacon and Egg，$2.9美金，包如其名，上面顶着一整个鸡蛋和一块培根，没有过多的调味，是朴素的好吃。第2名 Sweet Cream Cheese，$2.9美金，点缀了一些烤杏仁片，这款我吃下来是个人最喜欢的，馅料是非常香浓的甜奶油奶酪味，喜欢奶油奶酪涂面包的宝子应该很难不爱这一款。店里第1名的 Colbert Cream Delight，$2.4美金，里面奶滑滑的卡士达酱，甜度我吃起来正好，配上特别软香油亮的面包皮，是个很出色的面包。这家日式面包店我粉了，以后经过 Sacramento 的话，必须安排面包大采购。碳水爆炸的早午餐之后，精神抖擞，咱们开始暴走。我在网上提前预约了全程1小时的 Old Sacramento Underground Tour， 能够了解 Sacramento 老城为了解决洪水泛滥问题是如何将整座城市抬高的。这个 tour 1周7天都有，周末的话可以选择的时间段更多，成人25美金，6到17岁18美金，5岁以下小朋友是免费的。Underground Tour 在 Sacramento 的历史博物馆集合，参了团就可以在1天中免门票进入历史博物馆参观，省了12美金的门票，感觉还挺划算的。车可以停在 Old Sacramento City Garage， 停车不管多长时间，统一都是15美金，就在老城区2个博物馆对面，很方便。Underground Tour 集合的时候，导游发了一个类似听同传翻译的耳机，这个操作好机智啊，这样导游就不用扯着嗓子喊，而且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楚，这真的可以推广一下。我们这团的导游穿成淘金时代女性的样子，讲那个时代的事情，让人更有沉浸感。导游先把我们带到 Sacramento River 旁边，这个老城区会不断被洪水问题困扰，就是因为最开始建在了这条经常泛滥的河边。
Sacramento 原本是瑞士移民建的城堡。1848年1月，詹姆斯·马歇尔在建锯木厂的时候，偶然在河里发现了纯度很高的金子。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欧美各地的淘金者就开始涌入加州，很多人是走水路开船来的。到岸以后需要搭建自己的住所，船只上的木头和风帆就全都被物尽其用了。导游带我们看的这个剧院，远看以为是普通墙壁，没想到竟然是帆布，有意思。这个 Underground Tour 最主要的是导游会带着解锁老城区的2个地下空间，都是为了应对洪涝问题、提升房子高度以后形成的空间。第一个是原先一个银行的地下空间，这里主要展示如何抬高房子，会用到这样的千斤顶架在房子的四周。导游让在场的男士组成了模拟抬房小队，1个人指挥，4个人分别负责4角。这种临时的草台班子果然是不行的，房子上抬的过程中一边高一边低，要是在现实世界里，杯盘碗碟早就滑出来摔碎了。房子抬高后出现的空间，通过砖木加固以后，就出现了视频中的地下空间。老城区的抬高计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耗时15年，全部由人力完成，把整个城区抬高了3米左右。第2个空间原先是杂货店，从这个外立面能看出，现在1层这里的门是地下空间的门，在天上的2层的门才是当时的主入口。这里的地下空间曾经被用来当做住房出租，里面展出了一些生活用品，是淘金热时期生活在这个地下空间的人们使用过的。淘金时代涌入加州的除了欧美人以外，还有很多中国南方人。我们在这第2个空间还看到了中国瓷器，看来早期生活艰苦的华人也曾经住在这样的地下空间里。那么这150年前的生活用品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故事。是1979到83年期间，有一帮考古系的学生在建筑下面的粪坑里挖出的这些物件。因为淘金时代的粪坑不再做厕所使用以后，被当时的人们当做了垃圾桶，把生活垃圾全都扔在里面，竟然意外地起到了封存历史物件的作用。这个 Underground Tour 能看到 Sacramento 鲜为人知的一面，而且据说每个导游讲的内容都不太一样，1个小时也不算太长，2个地下空间又都在历史博物馆周围，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大家计划来玩的话，叮当狗推荐跟一波团。Underground Tour 结束之后，回到历史博物馆，顺便逛逛博物馆。这个历史博物馆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办一些限时特别展，叮当狗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了美国怪兽超级英雄反派展，恰好又碰到解说，跟着看了一圈，有超多复古和原版玩具、漫画书、海报等等，内容涉及最古早的怪兽弗兰肯斯坦、德古拉，以及后来的超人、蝙蝠侠、漫威里的超级英雄，还有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这些主题。这个展一直办到明年1月5号，附近的美漫迷可以冲了。Sacramento 历史博物馆一共3层楼，相对小巧，常设展品涉及一些当地的原住民文化，主要的还是跟淘金有关的历史。毕竟 Sacramento 就是因为淘金发展起来的城市嘛。展馆里有一区讲到淘金热时期的华人移民，很多来自广东，来到加州以后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在白人已经废弃的矿区都能淘出不少收获。华人与白人矿工的竞争激起了当地的反华情绪，最早在1849年就有些地方通过了禁止华人挖矿的法案。1850年，加州开始向外国淘金矿工征收每月$20的税费，后来数额有降有升，直到1870年才被判定返现。小小的这方展台让我看到了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辛奋斗，很感动。不过万万没想到，这才是第1季，同一天里我很快就看到了华人移民奋斗史的续集了。从历史博物馆出门左转，走几步就到了老城区的第2家博物馆——加州铁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让我非常惊喜，真的超级推荐。叮当狗不是火车迷，在里头看了一圈都觉得特有趣。要是火车迷的话，绝对不能错过这里。成人门票$12，6到17岁的话是$6，更小的小孩是免费的。博物馆里有免费的导游讲解，大概30分钟，可以在前台确认当天的讲解时间安排。我强烈建议大家先跟着听一听导游的讲解，他会讲到美国第1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建造过程，还会对馆内收藏的火车进行简单的介绍，比自己看展板省力，而且趣味性高很多。我们尽管正巧赶上讲解开始，眼前这辆巨大的蒸汽机车斯坦福州长号是一款燃木机车，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有菱形的烟囱，是为了更好的过滤木头燃烧出来的黑烟。那么既然烧木头烟大，为什么还要用燃木机车呢？导游告诉我们，因为加州当时没有煤炭，但森林资源超级丰富，所以西海岸早期的机车都是燃木的。1862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实行修建大陆铁路的方案，建造从加州到美国中部的铁路。
因为山区路线很陡峭，施工条件极差，最开始的爱尔兰工人受不了，撂挑子都跑路了。这时候中央太平洋公司就看到了华人在淘金中的出色表现，开始雇佣华工。这些华工在铁路建设中再次展现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非常高的工作效率，所以铁路公司就加大了对华工的雇佣力度。最鼎盛的时候，华工人数占到90%。导游在介绍大陆铁路建造过程的时候，对华人劳工的付出是非常赞叹的。Has kind of a star tip on the end. It's called a star drill. One of the Chinese workers would hold that star drill in both hands like this with the tip of it up against the face of the granite cliff. Two other Chinese workers would each pick up a sledgehammer like you see laying down there in the case, and they would take turns pounding on the end of that star drill until they had pounded a hole in the face of the granite about 2 inches in diameter, about 6 inches deep.It would typically take them one 12-hour shift to drill one hole. 博物馆里还展出了一尊中国艺术家2019年的雕塑作品《被遗忘的铁路工人纪念碑》，来纪念那些为美国铁路建设开山铺路做出巨大贡献甚至牺牲的华工无名英雄们。除了对大陆铁路建造历史的回顾，加州铁路博物馆可是收藏了好些火车，种类各异，相当精彩。有卧铺火车，还还原了火车行驶过程中的晃动，搭配着昏暗的灯光，走进去那个睡意直接上头啊！有高级餐车的展示，在火车上吃饭也是一点不凑合，用的是各种漂亮瓷器。有冷链火车，在火车夹层里装满冰块用来降温，也有火车上的邮局，还有富人家族的专属私人火车，一整列火车，各个车厢直接划分成了厨房、餐厅、卧室、淋浴间、会客棋牌室，等于把自己的行宫找了个火车头挂上，就能四海为家了呢。还得是有钱人会玩呢。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个巨型蒸汽火车头4292，超高超长，4.98米的高度，让站在边上的人看起来都像小矮人一样。不过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要数这根黄金道钉。1869年5月10号，从两头开工的铁路公司这天在犹他州合龙庆祝仪式上，利兰斯坦福打下的最后一枚铁轨道钉是用17.6克拉的黄金特别做成的。仪式结束后，金道钉立马被换了下来。1898年被捐赠给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但长时间以来不为人知的是，当时同一时间其实还铸造了第二枚金道钉，除了日期不同，其他都跟仪式上用的那一枚一模一样。至于为什么两枚道钉日期不同，这里面的趣味小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博物馆探索一下。叮当狗就不剧透了。这第二枚金道钉一直是由休斯家族保管的，不为公众所知，直到2005年被加州铁路博物馆收藏展出，才让我们能一饱眼福。铁路博物馆逛下来，既有丰富的体验，又听到了很多趣味历史故事，相信是个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博物馆。我觉得光是为了这个博物馆都值得来一趟 Sacramento。 走之前再瞧瞧博物馆的纪念品店，小店的天花板上加了轨道，还真有火车在上面跑，有点意思哦。店里面超多火车相关的周边，刚才的金道钉在这里还能买到冰箱贴和模型，而刚才餐车上展出的陶瓷餐具，小店里也能买到同款。这个字母吸铁石火车我觉得好可爱，本来很心动，都准备下手了，看了看标价，好的，打扰了，我走了。连逛2个博物馆，这会儿傍晚时分太阳没那么烈，咱们去老城区里走一走吧。这里的建筑还保存着淘金时代的风格，走在里面感觉来到了吸血鬼日记里19世纪的小镇上呢。建筑虽然是老建筑，但店铺里卖的都是面向游客的东西，这老城区走的商业模式跟我们各大古镇还真是异曲同工啊。暴走一下午，急需找个咖啡店歇歇脚。看到这家 Blueprint， 谷歌评价还不错，店员推荐他家的特色饮料，加了 Shaga 粉的抹茶和咖啡。他解释 Shaga 是一种菌菇，我很难想象菌菇加在饮料里是啥味儿。点了一杯普通的抹茶$5和一杯 Shaga 抹茶$6，这2杯放在一块儿，哪个加了菌菇粉应该很明显吧。普通抹茶的话，茶味浓，也不会太甜，是个正正常常好喝的抹茶。但是这杯 Shaga 抹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甜抹茶里面加了一点蘑菇精，甜味里透着一股鲜味，还有悠悠的蘑菇香气。我只能说它不太难喝。回来查了一下 ，Shaga 是白化茸，据说有防癌、抗糖尿病、高血压的作用。这养生风是吹进美国咖啡店了。Sacramento 一日游这顿晚饭是全天的一个重头戏，叮当狗钱包大出血，去探了探老城里首屈一指的 Fine Dining 餐厅 The Firehouse，
餐厅的建筑建于1853年，是原来的消防队。1959年被买下来之后，大规模翻修改建成了一个能勾起淘金时代回忆的餐厅。1年后正式开业，受到了很多政治家、名人以及游客的喜爱。这个建筑也被指定为了历史地标。走进餐厅可以感觉到装饰和环境非常优雅。坐下来看到餐厅外面的花园很美，这个彩色玻璃装饰拱顶也很养眼。餐前给我们送了个小点心，硬脆面包上是烤猪肉和腌过的酸胡萝卜，一口一个挺开胃的。接着常规操作，上了2款热烘烘的面包搭配黄油，一种有坚果，另一种是酸面包。饮料我点了一杯无酒精的 Watermelon Mint Cooler， 12美金，西瓜味和薄荷味的酸甜小汽水，就是偏甜了一点。食物我点了125美金的 The Firehouse Fix 套餐，一共3道菜，每个季节的话菜色不太一样。第一道凯撒沙拉，服务员会拿着巨型胡椒研磨器给沙拉上面抹些黑胡椒，也是仪式感拉满了。沙拉最上面是腌制过的凤尾鱼，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凤尾鱼，感觉肉质很紧实，腌制过的酸味明显，隐隐呢有一点点腥味。不难吃，但是讲真的，我 get 不到它独特的美味在哪里。凯撒沙拉生菜是新鲜的，边上配了硬脆的面包片，整体中规中矩吧。队友第一道点了软壳蟹三明治，21美金。一片软软的布优修面包上面是新鲜生菜和番茄，最上面是一整只炸软壳蟹，切开以后场面变得有点凌乱，我直接上手了。炸过的软壳蟹外表非常酥脆，酱料用的雷莫拉蛋黄酱，酸辣口味用来解油炸的腻。感觉面包和配菜的比例太高了，有点抢戏，软壳蟹本身的鲜味变得不太明显了。套餐里的第2道主菜是16盎司的 Prime 肋眼牛排，这个肉量上来是有点子震撼的哦。还有一点厉害的是，这个餐厅上热菜的时候盘子都是温热的，这个细节好评啊。我点的是5分熟的牛排，煎得很可以，蘸上咸鲜的红葡萄酒酱汁，这一口总算对得起我瘪下去的钱包了。牛排略带一点肉筋，嚼起来肉汁非常饱满，上面的这球黑蒜黄油很符合亚洲口味，搭配牛排更油润更香。配菜的黄油土豆泥和煎芦笋味道都在线，这道主菜可以赞一个。队友的主菜是巴俄斯的菲力牛排，68美金，视觉上比我刚才套餐里的牛排秀气超多。他点的也是5分熟，切开的侧面粉粉的非常漂亮，入嘴牛肉又嫩又细腻，细嫩到甚至有种在吃丝滑粉干的错觉。这2份牛肉真是气质完全不同，刚才的是彪形大汉，主打大口吃肉的快乐，现在这盘是小家碧玉，吃的就是一种精致。套餐里最后一道甜点巧克力慕斯蛋糕，我本来是没有多大期待的，心想美国餐厅的甜饼肯定躲不过齁甜的命运，上来摆盘可以，还撒了金闪闪的脆片，没想到吃起来不是太甜，居然还有点好吃的。蛋糕冰冰凉凉的，类似很浓的巧克力冰激凌，金色的是蛋卷脆片。在已经吃撑的情况下，我们成功把蛋糕光盘了。这一餐吃下来，总的来说餐厅的环境超棒，绝对没话说。虽然有些菜品差强人意，但是牛排是值得推荐的。难得来 Sacramento， 在这座170多年的老建筑里优雅吃一餐，也是个难忘的回忆了呢。伴着 Sacramento 河边的日落余晖，叮当狗的加州首府1日游就结束了。一整天重回淘金时代的体验，看着有没有一点让你心动呢？好啦，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叮当狗，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